心脏是非常重要的器官，但很多人不好的习惯都会损害心脏健康，所以平时要多注意养护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以帮助养心护心。这个方法就是拍打大鱼际。大鱼际在手上，大拇指根部一直到掌根。那这里有个明显凸起的地方，就是大鱼际是心脏的反射区，和呼吸器官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找到之后，可以将双手大鱼际相对，相互的拍打或者是对搓，直到手掌发热为止，每次拍打5分钟左右。这样拍打大鱼际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体质，有很好的养心护心的作用，并且还能改善心慌、心悸、胸闷、气短等症。心脏不好的，平时要多注意饮食，不要经常熬夜，还有呢，保持心情舒畅，适当的锻炼身体。也可以用山楂泡水喝，有养护心脏的作用。胃虚的人记住少吃两物，多喝一水，脾胃慢慢强壮起来。少吃辛辣的食物，经常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容易给胃黏膜造成损伤，对脾胃健康不利，所以脾胃虚的人要少吃，这样脾胃会感谢你。少吃生冷的食物，脾胃虚的人要注意生冷的食物也要少吃，如果经常吃会损伤脾胃，影响消化。那想要养好脾胃，还可以多喝一种水，那就是用生姜泡水喝。生姜是一种调味品，除此之外呢，生姜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脾胃不好的朋友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健脾祛湿，养护肠胃健康。如果能搭配一些蜂蜜，健脾效果会更好哦。出汗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但是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手脚心会经常出汗，其实这可能是脾胃虚的表现。那脾胃虚弱该怎么办呢？可以做好下面2件事，有助脾胃健康哦。第一件事，注意饮食。很多人脾胃不好跟饮食有很大关系，比如吃很多寒凉食物，就可能会引起脾胃虚弱。那么也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，多吃健脾养胃的食物，比如南瓜、胡萝卜、菠菜等等。第二件事，多运动。运动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、免疫力，促进人体新陈代谢，对提高脾胃功能有帮助。那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就是用脚趾抓地，坐着站着都行，双脚踩在地上，然后紧紧的用脚趾抓地，放松，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刺激到小腿的脾经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效果。那你总是脸色发黄，还总没食欲，这可能是脾胃虚、气血不足惹的祸。那我们平时就要好好的调理脾胃了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下哦。大家呢可以坐在椅子上，腰背挺直，然后抬起双脚，这样相互的碰撞。碰的时候最好是光脚，这样每次碰3到5分钟。这样碰脚可以刺激到脚部内侧的太白穴和公孙穴。这2个穴位是脾经上的穴位，有很好的健脾补脾、补足气血的作用，可以每天早晚都碰一次。脾好了，那么气血和口味也会跟。气血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，那女人只有气血充足，才能拥有健康和好的气色。所以当贫血时，要及时的补血。下面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桑葚。桑葚是一种很好吃的水果，有补血果的称号。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铁元素和维生素 C， 不仅可以帮助活血补血，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哦。所以经常吃桑葚能改善贫血。第二种，黄芪。黄芪含有一种多糖成分，有补气养血的作用。女性朋友经常用黄芪泡水喝，如果再加上点大枣，那就能够双重补气血了。那经常贫血的女性，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和保暖，多进行有氧运动，有助增强体质，预防贫血。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？很多人呢都喜欢用它泡水喝。蒲公英的好处也有很多，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好处1，清热解毒。蒲公英中含有很多营养，其中含有的聚糖成分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保护肝脏，降肝火。好处2，养胃。现在很多人都有饮食不规律的情况，经常吃快餐、外卖，这样时间长了很容易给肠胃造成伤害。大家不妨常用蒲公英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理毒素，起到降胃火的作用，对保护肠胃有很好的效果。好处3，
美容养颜。经常用蒲公英泡水喝，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功效，女性朋友可以试一试。虽然蒲公英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两类人要注意，最好不要喝。第一种，有慢性肠炎的人，如果经常出现腹泻，就不要喝蒲公英水了，因为蒲公英性质微寒，会加重腹泻、腹痛的情况。第二种，血压低的人，血压低的人也不适合喝蒲公英水，因为蒲公英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，所以要注意。气血对我们来说呢是很重要的，从我们五脏到形体、四肢百骸都需要气血的濡养。如果气血不畅，身体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不利于人长寿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2个简单的小动作，有助畅通气血。动作1，站好了，全身放松，然后上半身和手臂一起左右的扭动，头也跟着动，这样左右手要轻轻的拍打腹部和腰部，这样反复做100下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腰部和胃部的气血运行，对打通上半身的气血也有帮助。动作2，双腿微微弯曲，两手放在大腿处，然后左右的扭动膝盖，这样顺时针和逆时针各做100下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下肢的气血运行。那这2个小动作每天坚持做一下，身体更。很多人平时总喜欢生气，这样时间久了呢，就容易气滞血瘀，导致气血不通。那气血不通对身体是有很大伤害的哦。那气血不通该怎么调理呢？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大家可以坐在椅子上，脚掌踩地，将2个脚和2条腿并在一起，然后2腿向外打开，再相互的碰撞，这样反复的练习5分钟。这样碰腿可以刺激到大腿的血海穴，而血海穴有调理气血的作用，所以每天这样碰碰腿可以帮助打通气血堵塞，让气血更充足哦。那气血不通的朋友，平时还可以多吃些红枣，红枣有很好的补气血的作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，我是木子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前列腺不好，多吃2物，常做一动作，呵护前列腺，为男人味加分。第一，多吃含番茄红素的食物。那西红柿中含有的番茄红素就很多，同时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男性朋友经常吃可以帮助保护前列腺健康。第二，多吃含锌的食物，锌元素也能维护前列腺健康。像我们常吃的瘦肉、猪肝、鱼类等都含有很高的锌。除了多吃2物外，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提肛运动。提肛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带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。那每次做5分钟就行，对前列腺健康有帮助哦。现在的男性压力大，所以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。那这些习惯很可能就会给前列腺造成伤害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习惯呢？习惯1，长时间憋尿。很多男性一玩上游戏或者是忙于工作，就会有憋尿的习惯。那长期憋尿会让排不出的尿液倒流到前列腺，对前列腺健康不利。习惯2，吃刺激性食物。如果经常吃有刺激性的食物，比如辣椒，这样会让前列腺反复处于充血的状态，也会影响前列腺健康。习惯3，长期久坐不动。如果你长时间坐着不运动，会压迫到前列腺，引起前列腺充血，这样也不利于前列腺健康。那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希望你一个都没有哦。女人爱美的天性让很多人把精力和金钱都花在了买护肤品上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除了护肤品，在我们身上就有免费的美容穴，如果能够坚持按一按，或许比护肤品还管用哦。那这个美容穴就是阳白穴了。阳白穴在我们瞳孔直上，眉毛上大约2厘米的地方，那按压会有酸胀感。找到之后，我们可以用食指按揉，每次揉5分钟，每天可以多按几次，速度不用太快。因为阳白穴在脸上血管神经比较丰富的地方，所以这样按摩可以帮助疏通经络和气血，改善面部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美白肌肤、滋养皮肤的作用。而且按摩阳白穴还能够促进眉毛生长哦，非常适合女性美容用。大家对南瓜都很熟悉，南瓜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，南瓜被称为长寿菜，经常吃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，具有解毒、保护胃黏膜、降血糖、促进生长发育的功效，但是却不适合3类人吃。
第一种，对南瓜过敏的人，有的人对南瓜是会过敏的。如果吃南瓜后出现皮肤红肿、经常腹泻、恶心、想吐的情况，大家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，不然会对身体造成一定伤害。第二种，体质湿热的人，南瓜是一种性温的食物，如果吃多了，很容易助长湿热。所以体质湿热、胃热炽盛的人，还有气滞中满的人，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，不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。第三种，皮肤出现感染的人，因为南瓜属于发物，而且南瓜性温，如果吃多了，很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。若是上火比较严重，对皮肤有感染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，所以这类人群也要少吃。所以如果你属于上面3种中的一种，那么即使再喜欢吃南瓜，也要忍一忍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大家就不要贪一时的嘴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